这一年我们结婚了，董大海跟我说：“锦绣，嫁给我吧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”我父母反对，可是我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了。这是我们的新房，一间12平米的地下室。爸爸妈妈，今天我想对你们说句话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你们的话，我错了。这是我们补办婚礼的时候，在婚礼上，董大海跟我的爸妈说：“爸妈，我会对锦绣好一辈子的，你们就放心的把她交给我吧。这是我的女儿，董苗苗。有孩子的时候，我们俩都特别的高兴。”董大海说：“我姓董，你姓苗，咱俩的孩子就得叫董苗苗。”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啊？这一会儿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呦，你要实在没法投入，你出去看看罗美元来了没？这姐们要进来砸场子，咱俩都得鸡飞蛋打。我可是签了一个大的协议，不小呢。这个人还答应送我一辆车，咱不闹好吧？这个别像上回似的，咱俩都挣不着什么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 hold 得住的啊。你千万 hold 住。这一年，董大海骨折了，没有了工作，我去我妈那儿借了钱，把孩子交给我父母照看。那时候我们没有车，有车的朋友也特别少，每次去医院呢都得打的。我记得有一天去医院的时候，下特别大的雨，我就站在那雨里，整整的2个多小时才打到一辆车。董大海做了3次手术，手术以后，大夫说要中医按摩才能恢复得快一点、好一点。按摩一次呢要100块钱，我当时吧做翻译工作，1000字10块钱，1万字翻译1万字，董大海才能按摩1次，1万字一通宵，我愿意。有一天，我们到医院去，正好赶上停电了，电梯就不能走了。董大海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锦绣，咱们回家吧。那个就算好了以后，我的腿有点瘸也没关系。”我不愿意。我真的不愿意，我心疼我丈夫，我不愿意我丈夫受一点点的委屈。我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，我就把他背着，我咬着牙把他弄到3楼。那时候吧，我们挺穷的，没有钱，请不起护工，那日子过得挺艰难的，但是我觉得很快乐。这个是这一年，是董大海到深圳去工作了。有时间呢，他就会回北京来看我和孩子。要是他回不来的时候呢，就我飞到深圳去看他。这是所有的机票全都攒着呢。我们真是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。
董南海跟我说，他想创业，可是呢，他有点担心，怕失败。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没事儿，想创业咱们就创业，失败了没关系，有我呢。在最初创业的那3年，说心里话，真的是很艰难。我每天翻译啊，不停的干活，不停的接各种各样的活。董南海当时就跟我说：“锦绣，我现在花你10块钱，以后我还你100、1000、1万。”他做到了，董南海说到做到了，他真的是以后100倍的还给我了。这是我们买的第1辆车。自从有这个车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开着车去了好多的地方。这是我们买的第1套房子。董苗苗要上学了，董南海跟我说，以后养家的责任就交给他，让我别管了，我只要安心的在家里做好董太太就可以了，只要照顾好孩子，照顾好老人就行了。那一年，我辞职了，我回家了。这是董南海的父亲，我公公脑溢血，我每天带着我公公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医院。我记得这一年，在我的那个记忆里边，这一年我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医院里边。董南海的母亲，我婆婆脑退化了，家里边的人谁都不认识了，她只认识我一个人。我照顾她，后来我婆婆就瘫痪了，全瘫，躺在床上，我还是照顾她，我一直照顾她，一直到她去世为止。曲律师，哟，罗总您来了，咱们坐这儿吧，来。够气派的，真够腐败的。这就是个形式，马上就完。哟，你还带朵花啊？哦，嗨，这不是配合一下这个喜庆的气氛吗？这谁设计的呀？这么喜庆儿？是还打算结束了之后直接入洞房吗？嗨，罗总，这是您的喜事儿啊，对吧？这个仪式一结束，要是入洞房，也是您跟董先生入洞房，对吧？董南海的弟弟结婚，跟我们借钱，我们给他弟弟买了新房。陈老师，因为失恋了。罗总，播这些干什么呀？陈年往事的有什么好提的？那唐朝的时候，日本人还给我们上贡呢，指望奇迹发生了，做梦！这个嫁闺女不还得哭一鼻子吗？人家好歹20多年了，您放心啊，这个仪式一结束，老董就归您了，你就把他领走。来，您喝水。不是，董志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你的车不想要了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可怀着孕呢。你要把我弄成个3长2短的，把我们大海给逼疯了，我跟你没完！你还不让他给停了？我马上让他停了啊！来，小刚，千万照顾好罗总。好嘞，好嘞。那个，姐，来，我给你拿着啊。带着我公公去，这辆车
学的最多的地方都是学习。哎，这段放完就停了啊！哎，干嘛呀？开始说是短片，这都快放成无极了。我这是短片，马上就大结局了，我字幕还没放呢，你尊重一下创作者。我等你到了大结局，我的客户就自杀了。现在就关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别给他，放好。不是，你看人家都哭成那样了，你都不敢动啊？他哭成那样，我这单子飞了就该我哭了。关了。不是，1分钟，最后1分钟。最后1分钟啊！稍安勿躁啊。因为那年我身体不太好，他听人家说黛玉可以辟邪，而且可以强壮身体。这年，董大海查出了脂肪肝，我特别着急。我专门给他定制了菜谱，粗茶淡饭。3个月以后，各项指标都正常了。我们又买房子了。这一年我在装修，董大海这仪换了式好多是辆车。池老师和罗莉弄的。之前那假离婚的主意啊，那是我出的。这一年，董大海胃出血住院了，我什么都不干了，我一天24小时在医院里面守着他。说实在的，真的挺累的，可是我还是有点高兴，因为我可以天天看着他，我可以陪着他。就是他可以让我陪着他了。这一年，董大海去扬子江学院学习 MBA。这一年，我女儿苗苗出国读书，我去陪读了整整1年。这一年，董大海给了我一张附属的白金信用卡。他告诉我，锦绣，这边的钱你随便花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们去美国买房子，董大海特别忙，没有时间跟我在一起。但是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，他都会让秘书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带着他送我的表出去，我的朋友看见我，告诉说，这块手表价值100万人民币，把我吓坏了。我和女儿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我们去过巴黎，去过伦敦，去过东京，甚至我们横穿了非洲。可是董大海特别忙，他没时间跟我们在一起。但是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地方，他都会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也会给他寄明信片。这年，我被离婚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深爱的男人会跟我离婚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董大海会欺骗我。我觉得，就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欺骗我，董大海他也不会欺骗我。可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儿。我特别愤怒，我哭，我闹，可是都没有用。其实，当一个男人在创业的时候，他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，温暖、
安慰、照顾。但是，当他到了更高的平台，有更高的追求和希望的时候，像我这样的女人，他就不需要了，我就出局了。如果说婚姻是投资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，我还是赚了。像我这样一个平常普通的女人，靠我自己的能力和本事，我不可能拥有现在的财富。可是我不需要钱，我想要我的家，我想要我丈夫。走开！所以我想对我女儿，我想对我女儿董苗苗说。女儿，对不起，妈妈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家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希望你的人生快乐，我希望你健康，我希望你不要像你妈我一样这么失败。你一定要记住，你要爱你自己，要为你自己投资，不要在回忆里面忘记了你自己。当你在婚姻里面连你自己都忘记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的男人一定会慢慢的把你忘了。记着妈妈跟你说的话，记着。即使你有了再多财富，有再多的房子，你也不会快乐的。苗锦绣，我现在我没有事业，我没有丈夫，我没有家，我没有爱，我只有钱。我幸福吗？我能幸福吗？我是幸福的人吗？老池，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这职业真挺招恨，太缺德了。咱拆散了多少对啊？其实我挺怕遭报应的，怕不怕？我已经遭报应了。我还是觉得人世间最美好的事还是在一起。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律师罗丽，谢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么多道理，谢谢你让我在今天这个时候总结了我20多年的婚姻。谢谢你帮我做了这套幻灯片，谢谢你帮我选了今天的主题歌，可惜不是你。谢谢你们大家来参加我的离婚典礼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入今天婚礼的第3个环节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——遮盖头、上花轿。
周大海，周大海，这上唱了。我不会。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，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。虽然会经常忘了，我依然爱着你。老师啊，哎呀！哎，您真的很没劲啊！唱了半天都一个人唱啊！我是真的不会，而且这个你一唱呀，我都不好意思唱了。是，那倒我理解。我妈说啊，我唱歌特别好听，你们一听我唱吧就不敢唱。哇，你妈看是真有高度啊！那是。这个你也有高度啊！啊，你说你把俩人撮合到一块儿，这个你得少挣多少钱啊？我帮你算算啊。你是按10%提啊，还是按20%提啊？不是钱的事儿。俗话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咱俩这是积了多大德呀？你想想。你急了得了，你知道我少挣多少钱吗？你跟罗美元签的不是代理合约，一口价，输赢都得拿钱那种吗？我没好意思要呀。可以呀，老池，你在我心中形象瞬间就高大起来了。你是不是近朱者赤啊？我不敢要呀，我怕人找后账，到时候找我麻烦。你看你这人，刚一夸你高尚吧，立刻给自己抹黑。你他妈披我毛衣啊？你冷啊？我刚才不冷，你唱歌有点冷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啊。唱歌，我给你唱个热烈点的啊！唱。那个，你要是照这么下去啊，咱俩就别当律师了，咱俩当丘比特得了。咱俩是双剑合璧，哪个剑呀？贱人的贱。这个，会一点，会一点。来吧，会吧，会吧。会一点，会一点。会独白那个。丽丽，妈跟你说啊，刚才电视台又来电话让我去做那个嘉宾。你说你爸爸吧，又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了。你说妈事业刚刚有点起色，他为什么他就不能支持我呢？没事找事儿。不是你回来你自己跟他说。当什么嘉宾呢？你就是让你出洋相去了，自个儿还挺美的，不知道你天高地厚，什么呀？你嘟嘟囔囔干嘛？你有本事，你大声说出来！我大声说出来怎么了？我说完了。那你醒醒。你再确定一下，这是你的家，那是我的家，你回哪个家？你确定啊？
有经验啊你。我喜欢，等我啊。当事人不知情，这算犯法啊！你醒醒，醒醒！骗子！他喝多了。你把我女儿怎么了？我把他怎么了？我这，他喝多了。不是他怎么会喝多的？这个不是这个离婚大典嘛，又破镜重圆了，他一高兴就喝多了。不是你跟他喝的？不，跟客户。不是老罗，赶紧的，你把他放下来。怎么了这是？他喝酒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，来这边。嘿，你喝什么酒啊？又没那本事。哎呦，真是的。这边。哎呦，那个赶紧把他放下来。那个什么，搁这儿。放下来。哎呦，沉吧这孩子。你说还背着回来，这给人看见像什么样子？哎，把光明。辛苦啊，行了。那个你没看吗？哎呦，你说。你喝多了，你说你喝成这个样子，一个女孩子喝成这个样子多危险啊，容易闯祸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等会儿，媳妇。哎，这跟什么人在一起？哎呦，行了。哎呀，像什么样子你啊？你说你庆祝的话，你可以回到家里面来吗？跟我们庆祝吗？啊，不行，你爸爸也能喝，我也能喝。行，这喝完酒啊，你别老絮絮叨叨，你让他睡。再说了，跟咱们俩喝算怎么回事啊？人家有人家的生活圈子。那什么圈啊？交际花啊，他是。朋友圈，懂不懂啊？朋友圈那是朋友吗？那是只狼。行，你去拧个毛巾，热毛巾啊，快点。急死人了，真是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！
我是特约嘉宾特邀，我是特邀嘉宾李春华，非常高兴晚上能跟大家欢聚一堂。我们今天大家来讨论一下，关于，你这点词儿3天了还没背下来，不都是你在这捣乱吗？你不捣乱，我全都能下来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我们节目组啊，约我们到郊区去过年，只有主创人员才可以带家属。郊区有什么好玩的呀？这么冷的天儿，偷逼！哈，你就纯属找骂，我压根儿都不接茬。我觉得也是。不是你知道，哎，现在有钱人才到郊区去，那儿空气好啊，还可以泡温泉、打保龄球。我泡温泉。那丽丽你呢？你们老年人聚会，我凑什么热闹呀？哎，什么叫老年人啊？我们那儿年轻人多着呢啊！你看导演组啊，还有摄影组啊、灯光组啊，什么化妆组、服装组，还有司机啊，还有什么制片部门。我跟你说，年轻人多着呢。没一个有共同语言的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共同语言啊？谈谈就有共同语言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把潘小刚带去。天哪！你干嘛去啊？干嘛去你？玩消食儿。不是你饭还没吃呢，你消什么食啊？丽丽，不是你干嘛呀？干嘛拉着我让他？不愿意去就算了，干嘛非得拉着你就去？1年就这么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没着没落的，你不着急啊你？我不着急，我的闺女不愁嫁。皇帝的女儿才不愁嫁，你是皇帝啊？我不是皇帝，但是我闺女是女王。女王你懂不懂？哟，还女王？哎，小时候说她是公主，现在又变成女王，谁敢娶个女王陛下做老婆啊？你呀，你就这事儿，你来得快着呢。词儿你一点都背不下来。我告诉你，刚才那句词儿是什么吧？是关于夫妻间互相谦让、容忍的问题。的艺术。哎，对，的艺术。预备，开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。我是特邀嘉宾李春华。好不好玩？哎，过来照个相啊！哎，你看这挺好看的啊！哎，是，哎，照张相呗。行。哎呀，不行啊，照不全呢。哎，那个女的，哎，让这美女给她照一个。美女，给我们照张相行吗？啊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看看行不行？哎，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罗律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刘女士、董先生，我这是消食儿呢嘛。消食儿呢？哎，罗律师，那个新年有什么安排吗？我今天只能跟我爸我妈在家了呗。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吧？那怎么行？我这不成电灯泡了吗？哎呀，那怎么不行啊？董大不是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我们公司啊要弄一个年会，我包了个度假村啊，请了很多的贵宾啊，就是你带着朋友去一块儿来啊。就是一块儿来吧，热闹热闹。我也没有什么男朋友。来，这是请帖啊！哎，穿漂亮点啊，要穿裙子，有舞会。哟，我这算了吧。哎，不是你跟池律师住对门吧？哎，你把池律师的请帖也一块带着，一起来啊！石律师也来哈？啊，对，他也过来，一块热闹啊！那行，那我回去安排一下。对，一块啊，都穿漂亮点啊！一定来啊！好嘞，来，再见。